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天才型选手，他们很普通，也曾跌落低谷，深陷其中。但有一个品质让他们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，是勤奋，是努力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，是和困难死磕到底的决心和毅力。有人说，考清华北大没有天赋是进不去的，但有这么一群人，即使没有铠甲和武器，也不曾忘记挥舞拳头。他们凭借着非人的努力，考上了中国最顶尖的大学。我不允许身边有人比我还努力。高一开学，我在班上排名第9，看着班上成员名单，我指了指我的名字，然后画到第1名的前面说，期末的时候我的名字要在这儿。我做到了。支撑我每天努力的是自身的欲望，那种想要逃离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的欲望。当时看来，真的只有高考能帮助我。那种颠沛流离、寄人篱下，忍受着世俗的眼光，那样的生活和环境让我害怕。凌晨3点半，在教室里一个人做着政治，做着就哭了，擦擦眼泪，边哭边做。为什么是凌晨3点半？因为我在浅睡眠中把室友磨牙声听成有人翻试卷的声音，惊醒。我不允许身边有人比我还努力。2. 为了考高分，我被陌生人误以为精神不正常。为了考高分，我连续289天在早上4、3时起床学习。高3的常态是早餐5分钟，午餐9分钟，晚餐7分钟。为了提高自己写理综的速度，曾在1天里写完了11张理综试卷，把过去15年的高考真题写了3遍。为了保持精力充沛，每天喝5袋雀巢特浓咖啡。后期喝咖啡已经不管用了，只能把速溶咖啡粉直接倒在嘴巴里，就着水吞下去。为了记住生物的知识点，把生物书从头到尾一个字不落地朗读了17遍。写卷子把手磨破了皮，用创可贴绑好，继续写数学真题。把30篇语文作文范文背得几乎字不落。把书桌从教室搬出来，放进了空教室里，只为了更专注的学习。被不了解的陌生人误认为精神不太正常。3. 刷题刷到最后，凭感觉就知道答案。我妹妹高2的时候，2个星期刷完了一本数学解题达人，1个星期刷完一整套英语真题超详解。这真是现实版的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努力。刷题的目的不是为了见识更多题型，也不是为了刷完就能立刻记住，而是为了培养体感。他说历史题刷到最后，他凭感觉就能知道哪个选项是对的。但是如果你让他解释，他不一定解释得出来。4. 做题做到头晕，像是得了精神衰弱。我闺蜜学习一直都很好。高3那年，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，我准备睡觉，她给我打电话是哭了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她得了精神衰弱，一做卷子就头晕，做完1张卷子她就会吐。医生建议她休息一段时间，她一边哭一边跟我说自己不敢休息，怕自己一休息就赶不上了。有时候好不容易碰到了星期天，我去她家找她，她也是在做卷子，就连上个厕所也是拿着书去的。她一直都很明确自己的目标，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得井井有条，什么时候起床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学习。我总觉得她好像都没怎么睡觉，每天都在不停地做卷子。终于在最后，她考上了她想去的大学——清华大学。5. 从数学100多分到获得数学竞赛国奖。我高中同学考上了清华，他是那年武汉市的理科状元。我知道现在好多人都想说什么学霸都是有天赋的，或者是对于学习有着莫大的兴趣的，但其实他不是。他被3个理科火箭班的3名班主任施压，不得不放弃心爱的文科。在进入我们理科火箭班的时候，数学是最薄弱的，刚开始考数学只能考100多分，150满分。高1高2，我们在熬夜追各种电视剧小说或
或者动漫的时候，他在熬夜做数学错题集，有时甚至会通宵。高三我们学校给成绩好的人弄了一个培训班，他常常会拿着老师们出的难题去琢磨，以至于后来他去参加数学竞赛，一拿就是国奖。他最后考上清华，靠的不是天赋，也不是兴趣，明明白白就是一个字：拼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学习到那么拼的人，就算熬夜，上课也从不打瞌睡，下课眯一会，偶尔还会回答一下我们问他的问题。他不是天才，他常常也跟我说好累，说完脸上挂着微笑，接着做题。6. 周末不存在的。每天凌晨2至3点，我最后一个蹑手蹑脚推开宿舍的房门，跟着走廊的光躲进宿舍里。大家基本已经进入梦乡，简单洗漱后我倒头就睡，早上7点多准时起床吃早饭，活力满满的开始反思昨天的问题，在新一天的练习中解决，在寻求一点新的突破。周末不存在的。2周放1天假，满足基本的生活购物需求。写在最后的话：你可以没有天赋，你可以不聪明，但一定不要放弃了唯一可以让你变强的拳头——勤奋。有很多同学在后台留言说自己很迷茫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而你所谓的迷茫，就是清醒地看着自己在这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堕落。人们常说，努力的另一个名字是奇迹。永远不要小瞧努力的力量，它会让你在亿万人群中发光发热，自成一道灿烂的星河。